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王炯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。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华为刚刚发布的 Mate 40的全系，包括很多的配件。另外还有就是大红色的这台保时捷版本啊，不过非常遗憾啊，目前这个保时捷版本呢还在保密阶段，本期就先不跟大家聊了啊，等着过几天呢，我们再为大家带来保时捷版本的开箱。FreeBuds Studio 无线的头戴耳机啊，由于现在时间已经非常晚了，将近12点了，我们这一期呢就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开箱，先给大家解渴。后续呢我们会推出它的全面实测视频。小白 APP 双11大促开启，11月1日提前开抢，满减300 APP 新人券可叠加使用。9新 AirPods 2代到手价649，95新小米体征秤2到手价29元，全新小米移动电源32万毫安时到手价79，还有仅开封半价大牌运动鞋等你来抢，赶紧下载小白APP。OK 啊，这次 Mate 40呢一共是发了4个版本，首发开卖的呢应该是只有 Pro Plus， 这个情况啊大家应该也都懂，非常的特殊，所以说今年呢应该是保主销机型的这么一个策略。那咱们就废话不多说了，马上来开箱。好久没有在这个角度开箱了啊！哇，这白色也是非常的漂亮啊，尤其是跟这个黑白配的这种感觉，像前面有点熊猫机的那种感觉。这里呢有一台我刚刚拿到的时候就马上就给它拆开了，大概就是在1个小时之前吧。这个就是这次非常漂亮的，应该说是一个主打的颜色啊，就是蜜银色，它是有这个 AG 工艺的，就是非常的淡啊，非常的光滑。底层呢也是做了那种彩虹纹，就是你看这个光打上去的时候有不同的这种颜色，五彩斑斓。机器方面呢，它是一个6.75寸的尺寸，如果要是 Mate 40的话，它是6.5寸。一些什么说明书，然后卡针，附带了一个清水套啊，是那种软胶材质的啊。然后下边呢，少见啊，有线的耳机，然后就是数据线了。充电器方面呢，这次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，就是它加持到了66瓦的一个充电器，然后这个体积方面呢也并不是特别的大。这次呢它还有一个素皮的版本，而且也有不同的颜色。目前国行的这个发布时间呢是10月30号，到时候应该也是同步就会开售了这是华为的一个惯例。刚才大家注意到了啊，我直接一翻过来，然后它就自动开锁了，就是我已经把我的人脸给录制进去了。这次啊，就是我拿到这个机器体验了，就大概2-3个小时的时间吧。第一个感受就是它的这个人脸的识别上面要迅速了很多，即便是在暗光的情况下，其实比 P40 Pro 的那个还会有提升。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麒麟9000的功劳。然后整个的这个机器 ID 的设计方面呢，其实是和 P40 Pro 比较相近的，就是底边这里它是一个纯平的设计，但是它两侧呢加入了88度的这种瀑布屏。上一代 Mate 30那个瀑布屏呢有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它这个音量啊特别的不好用。这次呢终于是把这个实体的给加回来了。正面的 ID 方面呢，同样还是一个窄额头和一个窄下巴的设计，基本上做到了这个等宽，下巴稍微宽那么一点点。然后呢还是这种药丸式的挖孔，你可以把它叫一个挖槽设计啊。最主要的改变就是后背的这个星环设计了。之前呢它是把4个摄像头放在中间啊，变成一个浴霸那种设计是吧？大家调侃。但是这次星环侧边的话呢，其实它的凸起啊这一代真的还是挺小的，起码比之前的 Mate 30 Pro 还有就是 P40 Pro 都要小一些这个高度。然后在摄像头方面呢，同样还是潜望的镜头，然后这4颗镜头呢做了一个非常规矩的一个排布啊。这样的话呢，其实在内部的这个发热上呢就有一个更好的控制。因为之前啊，在我们的所有小白测评的测温的这个环节里边，有很多这个发热呢都是集中在这个摄像模组，因为它们离得太近了，频繁的调运各种摄像头，发热是非常重的。在主摄方面呢，这次应该是没有改变，也是5000万的那个电影的镜头，然后 RYB 的这个排列，这套摄像模组呢已经在 P40 Pro 上做了非常成熟的打磨了。
一会儿呢，我们也给大家简单实拍一下啊。OK， 还是老规矩，在我们的小白色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 Mate 40 Pro 这几个关键字，本期视频的所有实拍样张你都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。这次比较遗憾啊，由于我们是前期的软件版本，所以说系统锁定并不能够测试麒麟9000的芯片。后续我们会推出麒麟9000的专题视频，好好跟大家聊聊这颗5纳米的，也许是麒麟绝唱的9000芯片。然后正面的这个观感上呢，如果你觉得哪里有一点点别扭的话，就是这个 R 角这个部分，就是它这个侧边这个边角处其实是和 P40 Pro 是很像的，也是做了一个圆滑的过渡，一个包边。这样做的好处就是，如果这个手机不小心跌落了，这个边角处先着地的话呢，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。其实它是凸起于屏幕边框的，但是如果我们从正面看的话，你就感觉这个手机顶部长2个小耳朵。是吧？稍微的高那么一点点。大家走一波弹幕啊，这个是1，这个是2，你喜欢哪个颜色呢？它是采用了一个听筒式的扬声器设计，但是呢，这个声音是比较大的。You fly when your dreams come alive, you're unstoppable. Take a shot, chase the sun, find the beautiful. 而且它正面呢采用的是一个微缝听筒的设计，所以说正面的这个一体感上，这机器做的是非常不错的。这次2个非常核心的配件，第一个就是这个环闪保护壳啊，然后然后外部材质呢也是做了一层淡磨砂的处理，而且这个手机壳第一个疑问来了，就是它并没有电池里边，那么它这个灯是怎么点亮的？它下边也没有插口，估计弹幕上有小伙伴应该已经猜对了啊。它是使用无线充电的这么一个方式，非常逻辑鬼才啊！那个欧版好像是500多块钱，反向充电，它还能变色，混合光、冷光、暖光，大家可以把合影留念4个字打在弹幕上，跟我一块合个影。3、2、1，苹果没有发的 Studio， 但是华为发了一个 FreeBuds Studio 无线头戴耳机。小包包，其实这个金色比我想象中的要低调一些，就是有点那种暗金色的感觉。这个其实和我体验那个什么 BOSS 的呀，或者说什么索尼的那个质感方面基本差不多。但是外边的这个壳子啊，这个不是金属的，它是塑料的，但是这里是金属的啊，非常明显啊，这个质感上的差别。其实它是非常轻的，因为它这块呢是一个塑料这个材质，然后上面的这些体积上呢也都做的比较小，所以说戴起来呢还是比较轻便的，起码比我之前佩戴的那些头戴式的都要轻一些。它是整个可以把你耳朵给包起来的，就那样包上的啊，所以说不会有什么压迫你耳朵的这种感觉，而且可能会压坏你的发型。但是这一点好像对于我来说就没有这个困扰。OK， 最后一个就是这次发布的，应该说是单体体积最大的帝瓦雷的这个音箱了。这次的这个音箱呢，它不叫 Sound X 什么什么，它直接就叫华为 Sound。这个其实就是之前那个大的 Sound X 的一个 mini 版本。这个东西就是放在那儿，就是有一种我很贵的那种感觉。关于那个 Sound X 呢，我们做过一个非常详细的视频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这个应该就是 mini 版的，但其实它一点也不 mini， 这拿的真的特别的重，其实和之前那个 HomePod 这个体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。它是帝瓦雷4喇叭的一个设计，然后 Hi-Res 的一个无损音质，然后这里也有这个 NFC， 就是华为手机你放着音乐一碰，然后它上面就直接可以放音乐了。估计这个后面还可以再出一个更小的 Sound Mini 一个版本。OK 简单总结一下，在机器的重量上呢，它是212克的这个 Pro 版本。然后这次呢，肯定大家就比较纠结啊，就是有4个型号。这个当然你最有钱就保时捷版本啦，对吧？这个如果要是追求影像极致的话呢，肯定会选择 Pro Plus 的版本，但是它的开售时间呢，应该也会比较晚。它在相机方面呢，我看到有小伙伴们在争论一个点啊，就是有没有光源防抖。它的这个 Pro 版呢，虽然说现在官网没有参数，但是我这么看着啊，就是这4颗镜头它是没有光源防抖的，但是 Pro Plus 上是有光源防抖的，这里呢是有一个小小的区别。大家选择这个 Mate 40的那个版本的话呢，它应该是9000E的那个型号，但是呢现在我们还没有拿到。在处理器方面呢，这个麒麟9000这个锚定版本肯定是 Pro， 而且它的备货也是最多的，而且它的这个开售时间也是最早的，据说那个 Mate 40啊，可能得等到10月底甚至12月才会开售。这2台机器我是用了一大晚上啊，整个给我带来的体验呢，就是非
非常精致。其实之前 Mate 系列的这个手机呢，它总给我感觉没有像 P 系列那么精致，那么潮流一些。之前很多人对 Mate 系列有一个固有印象，就是它偏商务一些。我也不知道这个商务这词儿是咋来的啊。这次的这个 Mate 40 Pro 起码没有给我这种感觉，包括它的配色，包括它的质感，整个各个方面都是非常新颖、非常潮流的。尤其是这个星环的设计，非常的年轻化的这种设计元素。一提到华为的手机，大家都非常关心它的这个排列啊。我现在肉眼看着没有放大镜啊，应该是 P40 Pro 那体验上是基本一样的一个钻排的这个屏幕。关于麒麟9000系列芯片方面呢，有很多的这个传言，这个有些人说是880万个备货，然后有些是1000或者说1500万的这个备货，但是这一点来说啊，对于华为这么大这个体验公司来说，真的可能今年没过完年，然后这个机器都已经卖完了。希望能够迎来一些转机，不管之前的产品怎么样，或者说这代产品怎么样，起码9000这个芯片它能够让大家用上，能够这个发布这台新机。由衷的想说一句，华为作为国产一哥是吧？这个得好好加油啊，好好加油。OK， 其他方面呢我们就不多说了。后期的深度测评里面呢，我们再详细跟大家聊。还有就是它的所有实测数据，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进行实测，更新到小白测评数据库里面。大家都关注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更多内容和精彩，大家关注我的 B 站、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，都搜索小白测评。不关注点小白测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